我死后的第2天，江四周把他的白月光接回了家。我哥告诉他我的死讯，他却只当这是我挽留他的龌龊手段。直到他在车祸报道中看见了那只被我小心翼翼保护的戒指后，他这才后知后觉相信，原来被他无情挂掉的那通电话，是我最后一次说爱他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和江四周大吵一架后，我出了车祸，我拼命打给他求救，可话刚说出口，就被他毫不留情地打断了。冰冷刺骨的讥讽从电话对面传来：何穗安，你的手段还真是越来越让人恶心，不是说分手吗？以后我们各自过好自己的人生，你别再来烦我了。看着被瞬间挂断的电话，我说不上是哪里在疼，只是很快这种痛感就慢慢消散了。我感觉浑身的血液正在慢慢干涸，连带着神智也渐渐模糊。再醒来时，我发现自己站在了江四周身边，我张了张嘴，却发现自己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江四周正盯着已经黑屏的手机出神，似乎全然没察觉到屋里多了个人。直到周婉晴敲了门，他才怔怔地从手机上移开目光。我知道他爱的一直是他的这个小青梅，但第一次直面他这样温情地对待另一个女人，我的心还是像是被揉碎了一样，阵阵发疼。这么多年，江四周看向我的眼神，除了嫌弃厌恶，更多时候只是一片冰冷。这样的温柔的眼神，更是我想都不敢想的。我想质问他，但很快我就发现了一件更恐怖的事。不远处的镜面上倒映着2个人甜蜜相依的身影，但本该出现在他们身后的我，却全然不在镜中。我愣愣看着自己近乎透明的手，最终只能苦笑了一声。看来老天都觉得我罪孽深重，就连死后也要让我看着没了我的阻扰。江四周和他的白月光有多甜蜜，不等我多想，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打断了眼前这对有情人继续甜蜜依偎。在听见我强迫江四周换得专属铃声时，我的心中依旧泛起阵阵酸意。可我很快察觉到了不对，我已经死了，甚至变成了一个孤魂野鬼。又是谁给江四周打的电话？一个令人发寒的念头直窜上脑门，我下意识地扑向了手机，不想让江四周知道我的死讯。江四周那么讨厌我，之前直接拒接我的电话，甚至把我拉进黑名单的次数更是数不胜数。我一遍遍祈祷着他和以前一样，最好直接掐断这通电话，这样就不会知道我已经死了。我不是怕他因为我的死而伤心，只是我比任何人都清楚，只要我死了，江四周会立刻将我在他生命中的痕迹消除殆尽，转身和周婉晴在一起。可江四周的所有抉择永远不会如我所愿，即便听见铃声后他再不耐烦，但依旧起身接了电话。他的眼中带着早就料到如此的神色，似乎笃定我先前的电话就是在耍手段挽留他。何穗安，你能不能别闹了？有意思吗？电话对面沉默了很久，我在这片死寂中感觉像是被人扼住了喉咙，明明已经成了孤魂，但感觉却要再被杀死一次。江四周，穗安出事了，你把他的东西收拾一下，一会我去取。我看着江四周眼里的光彩滞了一下，在开口时，声音里带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干涩。何穗成，你妹妹还真是有本事，都能把你拉过来陪她玩这种过家家一样的把戏。行，你就替我转告她，既然她这么想死，就赶快去死吧。江四周砸碎了电话，
靠在桌边好半天，才平息了怒气。周婉晴早就被吓得缩到了一旁，像是看陌生人一样看着江四周。阿四，你怎么了？你别这样，我好害怕。我心口酸了一下，也难怪周婉晴会害怕。在她面前，江四周永远都是温柔体贴的，但她不知道，在我这里，这样恐怖的江四周却占据了我大半的青春。我没什么心情再看他们甜蜜相依，转身出了办公室，慢慢荡回了我和江四周的家。虽说这是我和江四周的家，但实际上江四周回来的次数简直屈指可数。倘若不是签署的协议上有约定，恐怕他这辈子都不会回来一次。我的目光从精心布置的家具上一一掠过，心想怕是过不了多久就再也看不见这些东西了。有了我哥的许诺，江四周当然不管我是不是真的死了，他只想赶紧摆脱我。果不其然，还没到下班时间，江四周就阴沉着脸赶了回来。我养的猫看见有人开门，立刻窜到门前和他撒起娇来。我的心瞬间收紧，默默祈祷江四周不要把对我的怒火发泄到无辜的宠物身上。好在他只是低头看了一眼，转身就回了卧室。我松了口气，但下一秒我就看见他拖着我的行李箱，将我的东西尽数塞了进去。从前我一点点摆在这个小家的东西，此刻被他像是垃圾一样扔了出去。做完这一切，他才像是如释重负一样倒在了沙发上。我的猫焦急地看着这一切，不停地在他脚边喵喵，试图阻止他把带有我气味的东西扔出去。江四周看了眼，眼神中闪过一丝戏谑，居高临下的看了猫一眼。蠢东西，你妈不要你了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猫也不知道是不是听懂了，浑身的毛炸了起来，一个飞跃就狠狠在他手上挠了一道，随即一溜烟缩到了冰箱上。江四周本就阴沉的脸，这下黑得像是锅底一样，浑身上下都散发着濒临暴怒的气息。这股怒火在门铃响起的那一刻彻底爆发了。江四周猛地拉开了门，何穗安，你到底闹够了没？但很快他哑了火，门外只有我哥静静地看着他发疯。江四周不死心地朝他车里看去，额角的青筋暴起，眼里布满了血丝。这一刻我竟无比庆幸自己没有不知好歹的这样耍他，我太清楚他这样代表了什么了。刚和我在一起时，我没少拿周婉晴激他，每次他露出这样的神情，等待我的只有一顿令人生畏的搓磨。江四周，你在找什么？穗安不会再来了。我哥眼里是一片化不开的哀伤，不知道他哪句话刺激到江四周了。江四周一把扯住他的衣领，眼中看向他的怒火仿佛要直接化作实质。行，何穗安可真行，你告诉他这辈子都别回来了。我哥只是看着他发疯，默默拉走了我的东西。走了2步，他才再次顿住了脚步。江四周一直死死盯着他的背影，看到他停下，唇角不受控地扬了一下。穗安的猫呢？我要带走。江四周彻底冷下了脸，那是我和何穗安养的猫，你凭什么带走？何穗安想要，让他自己来带走。我哥眼里带上了嘲讽，再也懒得管江四周的风言风语，随你。不过江四周，穗安真的再也不会回来了。我哥走后，江四周黑着脸倒在了沙发上。过了很久，他才一脸烦躁地撑起身，拿着手机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突然他的眼睛亮了一下，急匆匆地拐回卧室。再出来时，他手上多了一只绒布盒子。江四周冷哼一声，何穗安，走也不知道把你这些恶心人的东西拿走。说着，他拨通了我的电话。如果放在以前，
要是江四周主动给我打电话过来，我肯定要高兴的好几天都睡不着觉。可是现在，我只能无措地看着江四周一遍遍去打那个再也不会有人接听的电话。江四周打了3次都没打通，脸色也越来越沉。最后一次挂断时，更是直接黑着脸，将我所有的联系方式都拖进了黑名单。我看着他拿着盒子朝窗边走去，心中升起一丝不好的预感。就在他打开窗户，扬手就要将盒子抛出去的那刻，我下意识尖叫一声扑了过去，但很快我就顿住了脚步。我已经死了，这个戒指留与不留又有什么意义呢？就这样扔了也好。但我也是这一刻才发现，自己好像并不是像我想象的那么了解江四周。就像现在，明明他已经把手伸到了窗外，却又在最后一刻收回了手。我看着他轻笑一声，又把我从黑名单放了出来，一直死寂的心猛地跳了一下。即便理智告诉我，江四周绝不可能对我有半分爱意，但我却仍旧忍不住痴心妄想。但很快，我最后一丝期冀就被撕碎了。江四周给周婉晴打了电话，漫不经心地靠在沙发上把玩那枚戒指。等周婉晴进来后，满脸笑意地将戒指套在了她的手上，亲吻了一下她的指尖。喜欢吗？送给你了。我只感觉脑中轰的一声巨响，眼前短暂地出现了一阵空白。随后，周婉晴娇笑着和江四周撒娇，两人胡闹成一团。我这才知道，原来变成了灵魂也是会痛的。可是我甚至连哭都哭不出来，只能任由胸中传来的阵阵剧痛险些再一次把我撕成碎片。江四周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我拼尽全力嘶吼，想要从周婉晴手上夺回那枚戒指，可是我什么都做不了。我眼睁睁看着江四周和周婉晴十指紧扣，拍了照片发了朋友圈，上面配文：你才是我的唯一。在我死后第1天，江四周就和周婉晴在一起了，可我什么都做不了，什么也不能做。夜里，江四周和周婉晴还在屋内说笑，我却再没兴致再跟进去自虐了。我坐在沙发上，静静看着窗外。所有人都知道我是何家好不容易找回来的千金小姐，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，早在林家没找回我前，我险些死在了养父母家。我从小生长的环境并不好，养母酗酒，养父赌博。从我记事开始，2个人就争吵不断，但不管最后他们谁吵赢了，都会把我从床下拖出来暴打一顿，说后悔养了我这么一个赔钱货，然后把我关进仓库。我也不想有他们这样的父母，可孩子哪有选择父母的权利呢？当时仓库也有这么一个小窗，每次被关进去，我就会这么静静看着窗外，等到天亮了，养母酒醒了，就会大发慈悲放我出去。可那一次，直到黑夜过去，另一个黑夜降临，也没有人放我出去。我慌了神，拼命敲着门，可我清楚，邻居们早就习惯了我们家的情况，谁也不愿来趟这个浑水。就在我绝望之际，突然有人趴在窗上小声喊我。江四周亮闪闪的眼睛上下打量着我，这是我和江四周第1次见面，他把我救了出去。等出去后，我才知道养母酗酒死了，养父忙着赌博，哪有时间管我的死活。江四周在一旁小声安慰我，可我一点都不觉得难受，我只觉得解脱了。我恨不得养父永远也想不起我，这样我才能好过一点。可命运从来都不肯怜惜我半分。看见养父满脸邪凝地看着我时，我就知道自己不过是到了另一个地狱。小崽子，老子养了你这么久，总该给点利息吧。我拼命挣扎，
只换来2个巴掌，被他拖着腿拎了回去。就在我放弃挣扎时，有人狠狠从养父背后打了他，拉着我跑了出去。于是我和江四周第2次见面，他又救了我。之后他报了警，养父不甘心地被警察带走。从那之后，我就一直住在了江家。所有人都打趣我是江四周的小跟班，就连江四周也和我说，只要你听话，我保护你一辈子。可只有我知道，我不想只当他的小跟班。我喜欢他，可我太弱小了，连站在他身边的资格也没有。甚至在江家出事，江父自杀，江母病重时，我除了眼睁睁看着江四周越来越沉默外，一点忙都帮不上。好不容易等我被认回了林家，我以为可以保护江四周时，江四周却离我越来越远了。他喜欢上了校花周婉晴，为了追她，江四周学着变成在同学眼中很酷的人，抽烟喝酒，为了周婉晴和人约架。等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他，他却嗤笑着看着我，和大小姐，你和我什么关系？手别伸那么长。我被他突如其来的冷漠隔绝千里，眼睁睁看着他和周婉晴在一起。就在我无措之际，他却来找我了。江母生病了，手术费堪称天价，他把能借钱的人全找了个遍，可所有人都再三推诿，就连他新交的女友也恰好被送出国深造。他想问我借一笔钱，其实哪怕他不开口，我也一定会帮他的。可就在我要把钱给他的那一刻，我却突然想到了他说的话，是不是只要成了他的女朋友，我就可以管他了，然后他就会变好，像以前一样。一直以来的欲念彻底压断了我最后一丝理智，让我做了我未来很多年一直后悔的一件事。我看着他，钱可以给你，但我要你做我男朋友，直到我腻了为止。我看着江四周眼中的神情越来越冷淡，最后变成了深深的厌恶。他掐着我的脖子，咬我的嘴唇，直到我们脸上都是鲜血，才推开了我。你满意了吗？我们稀里糊涂在一起这么多年，起初我也想着，只要我足够努力，他会喜欢我的。可不管我怎么做，我们之间永远弥漫着金钱交易的暗色。看着他越来越厌恶的神情，我这才知道，从我说出那句话时，就再也没机会了。我想过放他走，可我一想到他为了周婉晴自甘堕落，却又犹豫了。可如今我死了，我才真正后悔。江四周早已不是那个趴在窗台救我的人，也早已不是那个说要保护我一辈子的人了。我们本就不该互相浪费这么长的时间。我在窗前坐了一晚，或许是再没了对江四周的执着，我的灵魂慢慢变淡了。也许再过不了多久，我就要真正消失了。然而，我的猫好像突然能看见我了，惊喜的喵喵叫了2声，就跑过来蹭我。可很快它就发现，它根本碰不到我。猫着急的在原地打转，发出凄惨的叫声，我听得心疼，可又只能干着急。别叫了，乖乖。我突然后悔没早早把猫送给我哥。周婉晴最讨厌猫，现在没我护着它了，只不准要被怎么欺负。果不其然，猫还没叫2句，周婉晴就黑着脸冲了下来，一脚踢在了猫腿上，再叫一声，信不信我扒了你的皮？猫惨叫一声，躲进了冰箱后，却还是难过的看向我，好像在质问我为什么不保护它，为什么把这个坏女人放回了家。我气得浑身都在发抖，可却又什么都做不了。江四周听到了动静，赶了下来，看见江四周，周婉晴立刻换了一副嘴脸，瘪着嘴掉眼泪。阿四，我们把猫扔了好不好？它好恐怖。江四周看了一眼周婉晴，有些烦躁地抓了抓头发。猫呢？周婉晴哭着指了指冰箱后，
它今早跟疯了一样，在那对着空气叫。你说这猫不会是有病吧？我们赶快把它扔了吧。出乎意料的是，江四周没理周婉晴，只是把猫拎了出来。猫害怕地缩成一团，被周婉晴踢到的腿无力地耷拉着。你打它了？江四周眼中早就没了半分温情。如果是我看见这副神情，就知道江四周是真的生气了。可周婉晴从来都不需要揣摩江四周的情绪，她仍旧不依不饶地抱怨着，直到江四周提高了音量。我问你是不是打他了？周婉晴缩了下肩，眼泪掉得更凶了。我就是太害怕了，也没用力，他就是一个小畜生，哪有那么脆弱？江四周额角狠狠跳了2下，紧抿着唇盯着周婉晴。周婉晴这才慢慢收了声，对不起阿四，你别生气好不好？我真的是太害怕了，而且我一想到这是那个女人的猫，是她拆散我们的，你忘了吗？她还拿钱羞辱你，她那种千金大小姐怎么能知道你有多痛苦？只有我才理解你啊！不知道是哪句话触动了她。江四周深吸了一口气，眼中的怒气慢慢散去了，他软下了语气：对不起，我这2天有点累了，是我太激动了。我嗤笑一声，看吧，爱与不爱就是有这么大的差别。江四周耐心安抚着周婉晴，还是猫忍不住痛叫了一声，才稍微让他转移了几分注意力。他沉默了一会，最终还是拨通了我的电话，只是我早就不在了，怎么可能会有人再去接他的电话呢？江四周的脸色越来越黑，他紧紧攥着手机，面上是难以掩饰的怒火，只是面前没有那个能让他发泄的对象了。最终他只是深吸了一口气，转头拨了我哥的电话。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通，我哥冷淡的声音从电话对面响起：江四周，你还有什么事吗？江四周紧抿着唇：你让何穗安接电话，我有事和他说。电话对面是久久的陈黑墨，直到江四周彻底失去耐心前，我哥才再次开口：江四周，我已经说过了，穗安出了车祸，够了。江四周猛地打断我哥的话，大口喘着气，捏着桌角的手上青筋凸起。你们闹够了没有？我没心情陪你和何穗安演戏。只是回应他的只有我哥越发冷淡的声音：江四周，我从来没和你开玩笑，不信的话你可以去看新闻。江四周愣愣看着电话被掐断，好半天才回过了神。他有些气急败坏地将手机砸在了地上，手机界面弹到了他和我的通讯界面。除了他这些天拨给我的电话外，在界面的最下方有一通不足10秒钟的通话，那是我死前打给他的最后一通电话。我死于一场连环车祸，几乎每天都能看见相关报道。江四周知道我的死讯也不过是时间问题。我不止一次自虐地想过，江四周恐怕巴不得我去死，毕竟如果我死了，他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和周婉晴在一起了。然而真当江四周知道我死讯的那一刻，我却开始怀疑，在他心中我是不是还多少占有一席之地。手机里播放着我出车祸那天的报道，江四周失了魂一样，一遍遍循环播放，一副不敢相信我真的死了的样子。然而任凭他再怎么笃定是我在骗他，可当他看见屏幕下方那只血迹斑驳的手时，也彻底僵住了。那是一只对戒，是我和他这么多年相爱唯一残留的证据。此刻屏幕中的那只被血迹浸染，早已看不出原来的样子，而他的另一半也被江四周抛弃，成了可以随手讨好周婉晴的一个玩具。正如我和他之间不堪的爱情一般，在看到那只戒指时，江四周一直紧绷的表情终于崩裂，
手机直直砸落在他脚上，可他却像是感觉不到疼一般，只是愣愣地盯着屏幕。周婉晴看着变得无比陌生的江四周，过了好久才敢慢慢靠近。他硬扯出一个僵硬的笑，紧紧抱住江四周。阿四，你别这样好不好？我好害怕。可江四周依旧沉默，甚至没分给他半个眼神。周婉晴眼中闪过一丝怨愤，她死死拽住江四周的衣领。江四周，你别忘了，当初是他拆散我们的，现在他死了，你就该和我好好在一起啊！你现在在干什么？江四周空洞的眼神僵硬地转动了一下，就当周婉晴以为是他说服江四周了时，却只听见江四周颤抖着声音问他：我没接到他的电话，他从小到大最怕疼了，流了那么多血，他一定很害怕吧？可我却没去救他，我以为他是骗我的，就像以前一样，只要过一段时间，他就会回来了。我扯了下唇角，只觉得自己这样是咎由自取。从前我拼了命想让江四周多看我几眼，甚至不惜演戏博取他的同情。最初他还会像原来那样关心我，可到后来，哪怕我真的受了伤，他也毫不在意。直到我死在车祸里，他依旧以为我在演戏。周婉晴像看疯子一样看着江四周，简直疯了。我真是神经了，才会把宝压在你身上。他捡起掉在一旁的包，像当初江母离开时那样，再次毫不留情地抛下了江四周。整个房间安静得吓人。江四周低声喊我的名字，却再也无人回应。死一般的寂静成了压倒江四周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他紧紧攥着胸口的衣服，双膝一软，跪倒在地，许久才回过神来，伏在地上崩溃的大哭。周婉晴走后，江四周跪坐在床边，死死盯着和我的最后一通通话记录，一遍遍去打那个再也无人接听的电话，一连好几天。除了我的猫饿得不行，去找他要粮，江四周甚至连门都没有出过。学生时期，他为了追周婉晴，学会了喝酒，早早就患上了胃病。和我在一起后，我想方设法的给他熬养生汤养胃，这才让他的胃病没发作的这么厉害。只是现在我不在了，再也没人在乎他到底有没有按时吃饭。夜里他胃病突然发作，跪在厕所吐个不停，直到最后吐出了血，他这才挣扎着抓了把药吃。在一起这么多年，我们从来都是分房睡，他从不允许我踏足他的领地，也不屑于来我的房间。可这一晚，他把自己一个人关进了我的卧室，一手捂着胃，一手紧紧抱着我的被子，口中不断重复着什么。过了很久，我才听清他在说：穗安，我好疼，你管管我好不好？我早就做不到了。我眼睁睁看着他自己作践自己，一次次被疼昏过去，又再从梦中惊醒，直到最后被折磨得发了高烧，这才昏睡过去。毋庸置疑，我恨他，可却从没想过让他去死。即便知道他绝对不可能听见，我还是忍不住一遍遍喊他的名字。然而直到最后，奇迹也没有发生。就当我以为江四周会这么死在家里时，门铃突然被按响了。催命一样的铃声终于把江四周吵醒，他跌跌撞撞地爬起身开了门。快递小哥没好气地抱怨了几句，这才把手里的快递扔在了门口。看到寄件人的那一刻，我和江四周都彻底愣住了。他不可置信地一遍遍抚摸我的名字，好久才回过了神，嗤笑着去拆快递，而我只觉得如坠冰窖。我想起来了，今天本该是江四周的生日，这份礼物我从很早之前就开始准备了，只等着生日那天再寄回来，给江四周一个惊喜。
现在我已经死了，但这份礼物还是如期送到了江四周手中。江四周什么都不知道，只觉得我还活着，是和他开了一个不好笑的玩笑。我看着他这么多天一直暗淡的眼中，终于有了光彩，小心翼翼地取出那条围巾，紧紧贴在胸口。我就知道你不会抛下我，我们以后好好在一起好不好？收到礼物的江四周一改颓废的样子，自己开车去了医院。他一遍遍叮嘱医生，开的药一定要尽快见效。在医生越发不耐的眼神下，江四周这才告诉医生，他的女朋友要回家了，他不想让我担心。回到家后，江四周把家里上上下下整理了一遍，确保看不出一丝周婉晴来过的痕迹后，这才堪堪停了手。他把自己的东西搬进了我的卧室，躺在床上，盯着空出的另一边看了很久，才忍不住笑出了声。从前刚在一起时，我总觉得比起情侣，我和江四周更像是边界感分明的合租室友。因此，我不止一次偷偷把我们的生活用品换成了情侣专属。然而每一次，他都会黑着脸把东西丢出去。可现在，他却自己把所有生活用品都换成了情侣专用。我愣愣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，从前自己求而不得的东西，在这一刻突然实现。好像在我死后，江四周却突然学会了怎么爱我。我只能苦笑一声，江四周，我再也回不去了呀。可江四周什么都不知道，依旧在兴致冲冲地规划我们的小家。他带着我送他的那条红围巾出了门，逢人就说这是他女朋友亲手给他准备的礼物。其中最惊讶的莫过于他的几个死党，毕竟在他们看来，江四周可从未爱过我，和我在一起也是被我逼迫，是我一直没看清自己的心。如果不是这次穗安和我开了这么一个玩笑，我恐怕我们以后会好好在一起的。今天来是想告诉你们，我打算和他求婚了，我想永远和他在一起，好好爱他。几个死党面面相觑，最后也是拍了拍他的肩，何穗安对你的好我们都看在眼里，你自己想清就好。最后，江四周去找了周婉晴，想要回那只戒指，可周婉晴只是满不在乎地摆了摆手，那种东西我留着干嘛？早就扔了。江四周不可置信地质问他，却被周婉晴不耐烦地一把推开。你疯了吧？何穗安早都死了，你留着死人的东西不觉得晦气吗？追我的人多的是，我真是瞎了眼才会来找你。江四周顿住了，在回过神时已经死死扼住了周婉晴的脖子。你不准咒他。可周婉晴只是怜悯地瞪着江四周，语气中是毫不掩饰的恶意。你忘了我爸是做什么的吗？那场车祸是他亲自带人去的现场，听说那辆红车被撞了个稀碎，血流得满地都是。车主被抬上救护车时，连医生都说不行了。江四周浑身的力气像是瞬间被抽干了，愣愣地垂下了手。周婉晴尖锐的声音不停刺激着他：何穗安早就死了，你现在装什么深情？江四周一路跌跌撞撞地朝我哥公司走去。天色转黑，所有人都行色匆匆，只有他一人沉默地站在雨中。过了很久，我哥才从公司出来，他只淡淡瞥了一眼江四周，就毫不留情地错身走过。何穗成。听见江四周喊他，我哥的脚步顿了一下。那天车祸，穗安真的在现场吗？江四周的声音控制不住的颤抖，满眼的渴求，好像只有我哥告诉他那天我不在，才能把他从悬崖边缘拉回来一样。可是看着我哥沉默地看着他，江四周眼中最后一丝亮光也慢慢消失了。
就在我哥亲口承认那天我就在车祸现场时，江四周彻底崩溃了。可是我还收到了穗安寄给我的礼物，你们是不是还在骗我？求求你告诉穗安，我知道错了，别再吓我了好不好？我哥冷冷地甩开了他的手。江四周，现在物流这么发达，东西想什么时候送到你手里都可以。那天的报道你也看了吧？我想你比我更清楚视频最后那个人是谁。磅礴大雨轻而易举就压垮了江四周。我哥冷眼看着他跪倒在地，眼中满是不屑和讥讽，抬起脚越过他就要离开。可江四周却抬手扯住了我哥的裤脚，让我再看他一眼好吗？求你再让我看看他好不好？记忆中，江四周从未有过这么狼狈的样子，哪怕当年他来找我借钱救他妈妈，也从未像现在这样低声下气过。可我哥听见他的话，额角青筋暴起，毫不留情的一拳将他掀翻在地，直到被身边人拦住，才堪堪收了手。江四周，你知道穗安最后一通电话打给谁了吗？他打给你了。那么多人，他选择相信你会来救他。可你去哪了？你和别的女人在一起的时候，有没有一瞬间想过穗安一个人躺在废墟有多么害怕？你不配去见他。我看着我哥扬长而去，江四周倒在雨中，脸上的鲜血混着雨水染脏了他的衣服。他紧紧抱着我送他的那条围巾，失声痛哭。过了很久，直到围观的人散开，江四周这才爬起了身，一步步朝车边走去。穗安，我来找你了。我的心猛地停滞了一瞬，凭空升起一丝不好的预感，而下一秒，江四周猛冲了出去，直直撞在了墙上，巨大的冲击力瞬间将他震晕过去。我愣愣看着路人慌乱的求救，可江四周却好像全然丧失了求生的欲望，即便是恢复了意识，也只是静静趴在车里等死。可就当他眼神掠过我所在位置的那一瞬间，我看见他愣住了，眼眶瞬间泛红，挣扎着朝我伸手。穗安，别丢下我好不好？我想回应他，可却发现自己像是被定在了原地。低头看去，我本就越来越淡的身形正在一点点消失了。江四周的眼神被恐惧填满，他拼命想朝我扑来，却被医护人员抬上了救护车。所有人只当他是个疯子，任凭他怎么苦苦哀求也不放手。他眼睁睁地看着我消失在他面前。我从昏迷中醒来，已经过了1个星期了。我这才慢慢接受自己还活着这个事实。听说隔壁的病人好不容易被救活，短短几天又屡次轻生。我沉默了很久，还是没忍住问我哥，那是江四周吗？我哥盯着我看了很久，你还放不下他？我摇了摇头，只是我觉得很多事情要亲口去说。于是我出现在了江四周的病房门口。看见我出现在门前，江四周愣愣看着。穗安，真的是你吗？还是我已经疯了，又出现幻觉了？他想来确认我的存在，却被我哥牢牢挡在了身前。车祸是真的，但我没死。江四周眼眶渐渐泛红，深吸了一口气，最终还是没忍住眼泪。我不再想知道他想要和我说什么，只是沉默着把手上的戒指放到了他的面前。江四周愣怔了一下，猛地抬头看向我，他想来拉我的手，可只碰到了一片空气。穗安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们以后好好在一起好不好？家里我已经收拾好了，全部是你喜欢的摆设，我还买了新的戒指。说着，他匆匆向床头摸去。不用了，我打断了他的动作，沉默了很久才继续开口。我早已经不需要这枚戒指了。我出车祸后，你做的事我亲眼看见了。你说的对，我们该过好自己的生活，
以后我不会再去打扰你了。”江四周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无比，他挣扎着坐起身想去追我。我也是在这时才看清了他的惨状，那一条裤管中空空如也，重重砸在地上时，江四周这才想起了自己少了一条腿的事。他慌乱地想要去藏，可却于事无补。最终他苦笑一声，看着我，也是，毕竟我再也没法保护你了。我静静看着他，从前你一无所有的时候，冒险把我从恶魔手中救了出来，那时我真的以为你会一辈子护着我。可是后来，我所有的伤痛都来源于你，江四周。我到现在也没法说出我恨你，想让你去死，可我也真的累了。我们都别再互相纠缠了。说完，我不顾江四周在背后一遍遍喊我，让我哥推我回了病房。在那之后，江四周好像真的从我身边消失了一样，10几年我都没再见过他。直到我认识了我的丈夫，直到我结婚生子，直到连我自己也想不起我这段荒唐的过往。很久之后，我的小女儿突然问我，经常来我们门前送花的那个叔叔是谁？我担心是人贩子，刻意改变了行程，留在门口观察。过了很久，我才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撑着拐杖，艰难地把一束花放在了我的门前。保姆以为那是我的熟人，有些慌乱地和我解释，他之前以为是送错了，把花扔掉了。我看着那个人渐渐离开，以后都扔掉吧，是送错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